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他们有的会直接跟我说我就没拿你当过女人。我跟陈凯歌导演合作过，刘仁英导演的《后来的我们》，张艾嘉导演《相爱相亲》。真是好沉，对不对？好沉呐，特别沉。在他4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出国旅行了。这个质疑是最多的，就以为我们说是有钱人。都说女人如歌啊，每个女人其实她们都有一首自己心里面的歌。写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正好处在一个对什么都不相信的一个状态，整首歌都在反击键盘侠。男朋友好像发长文还力挺，你当时想到了吗？很好的一个年龄结婚生子，你消失了1年，回来还有没有人在找你演戏？我的家人都会笑我说：“你长这样，你要当歌手，哈哈，怎么可能？”全场的观众都在期待梁静茹，结果我砰一下出来了，然后那时候这谁呀？没人骂会很寂寞的，所以说还是也是一件好事儿。今晚10点，天天向上。一起吧。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天天向上》。国庆长假刚刚过去啊，想必大家都玩得非常非常开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不同的度过这个假期的过程啊。比如说，有的人在家里吃吃美食啊，看看电视啊。我们峰哥是不是？对，你看我家里吃美食，现在还没来呢。对，吃得很开心。峰哥跟我说，他补了很多特别棒的节目，像《乘风破浪的姐姐》，对，还去看了电影《花木兰》跟《中国女排》啊。你比如说安家呀、20不惑、30而已啊，哎，他都看了遍。你做了什么？哎啊，我就完成了2件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街舞录制完成了。你看看，还有我的摩托车赛也比完了。哦，都是激动人心的啊，特别的棒。那么说到我呢，让我在这个国庆期间呢多接了几个活儿，就是开心的，对，音乐节嘛，是不是？让各位演出，让我演出，让各位高兴。现在那个疫情呢有很大好转之后，缓解了，对，然后音乐节呢遍地开花，各位都能够在音乐的海洋里驰骋。然后我的演唱会也不远了，希望各位期待一下，谢谢各位。
大概是哪一天呢？哎呀，没有猴年马月了，别提了，反正就是不远了，不远了。对对对啊。其实说到音乐呢，可以说是生活当中一抹不能失去的色彩啊！音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也请到了3位有故事、有态度、爱音乐的女生，欢迎张靓颖、白冰、任永玲。 3位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我想一下我是啥？你是谁都忘了，我操，简直！我们俩要先一起介绍一下。我们其实是女团来的，我们今天代表我们的30个姐姐来了2位。Of course 啊，太棒了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哎，乘风破浪来了啊！ 我是在追求梦想、莫忘初衷、人生大翻转，然后的创作、唱跳歌手 Cindy 任永玲。哇，您这个好长啊，我都称谓跟个散文一样，太棒了！记忆力要非常非常的好，否则都忘了。我是一个不敢听中文歌，因为一听就特别容易共情的白冰。连倍儿爽都不敢听吗？没有，就是经常听英文歌，然后中文歌的歌词比较容易打动人的那种。他们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我是所到之处无风都起浪的姐姐。无风起浪的姐姐。 今年呢，被大家称为是女性的元年啊，各大电影啊、电视剧啊、综艺节目很多都在关心这个女性的话题，都说女人如歌啊。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自己的话，3位觉得自己会像哪一首歌？我可能不是一首歌，我可能是曲风。哦，对，因为一首歌我觉得很难描述。我是一个蛮百变的一个女人，我也蛮复杂的。我也是算是比较压抑，被父母被同学，然后呢进这个圈子10年，其实我也是觉得一直被限制、被压抑，想要释放自己，所以 R&B 灵魂这样的曲风，我觉得很代表我。因为 R&B 的来源，可能有些人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有这样的歌曲的文化产生，就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他们就是有点被压抑。我问您问题真直，然后一个问题问完之后，半小时过去了，都在回答这些事情，特别具体。听他的采访，感觉现场的观众不带笔记本，对对对，学了一课哎。白冰呢？我可能是那种就是听起来淡淡如水，但是却可以越听越有味道的一首钢琴曲。就可能初见面觉得没什么感觉，但可能熟了之后，可能觉得好像还特别适合在酒店大堂。酒店大堂是有既有钢琴，又可以越聊越有味道，特别好。我应该就是个合集吧。就我这个跌宕起伏的人生，什么都有，跌听了都要荡的。哎，如果说人生用音乐讲是合集的话，那我这个剧本的话，应该就是核定本，比较丰富啊。对对对对。你们2位要用一首歌，觉得自己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歌？你感觉最近你用什么歌能形容自个儿？你看我乐什么？为什么这么的不会，我们3个人都是那首歌吧？酷盖。酷盖是吧？我还以为说是一风最亮的歌星呢。我也以为是那首歌。不过其实我看过他歌单，他不仅是听什么电子啊、hiphop，就是我也很广，就是什么情歌啊、慢歌啊，然后跳舞的时候的歌都会听，对，挺多。哎，韩哥，那您现在我有可能好像听有词儿的，相对而言会少一点。那郭德纲，不是，那个词儿的多了，词儿的。我反正现在如果去卡拉 OK 去唱歌的话，我有可能还是那几首歌。对对对。那其实大家生活当中都是离不开音乐的，你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歌？你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不会放音乐。啊？是啊。可是开车的时候不是要听音乐吗？我开车的时候不敢放音乐。对，我开车的时候特别认真。是有乘客吗？反正我都不会听，但是我有可能是下完班回家听一下交响乐。我是开车，人家在飙 hip hop， 然后我就飙 Rachmaninoff。我不喜欢太安静。我失恋的时候，就有一些话你不好跟爸爸妈妈或者好朋友说，你想要自己走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听歌安慰自己。还有就是打扫的时候。行，你看一个问题打三个角度了，太好了。我都讲了。So many direction， 哇，太厉害了！您接着说。为姐姐们说，我们打扫的时候也会想要听歌。听什么呢？还有运动的时候，我知道亮颖是不是跑步的时候也喜欢听歌？什么都听。对，合集嘛。对，我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速度，它不见得是哪种风格的音乐。白冰什么时候听歌？我忍受不了世界安静，就我可能一进房门，我就要开音响。经常在外面工作，住酒店嘛，我那个小音响可能就去洗手间或者去卧室，或就随时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那你跟大张伟交朋友啊？这个大张伟的世界从来就没有安静过。对，我自个儿都烦我自个儿。
大张伟，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听歌？除了接活儿啊，接活儿的时候一定要听，要不怎么弄呢？然后那个有的时候有一些歌会每过一段时间就必须得要听一次，好多时候做这行时间长了吧，就容易有点那个代谢，然后一听那种音乐，立马想起来当时为什么喜欢这一行。代谢，新陈代谢，对，反正就是还挺好的，对。一博骑摩托车的时候会戴个耳机什么的。骑摩托车的时候不会，骑摩托车要太专注，不是要听导航。听导航？你是那个赛道也要听赛道？那赛道不用，吓我一跳啊！左转。在路上骑的时候要听导航。如果一直左拐，那个导航就一直不停，对不对？说左拐掉头，左拐掉头，就一直在响。赛道是这样，赛道的时候其实是在比赛前是需要听歌的，需要激发一下激情，对，那些激情，肾上腺素要激发一下。对。奥运会的比赛啊，好多那些游泳运动员上场之前，反正永远都戴着耳机。他那个耳机里面放的是什么呢？就我在想，是不是一些让他们心跳速度放慢的东西？应该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慢歌，是要能激发。有可能也有人是在听郭德纲啊，那肯定的。游泳之前。所以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一定听郭德纲。但是那个健身的时候不要听郭德纲，刚举起来一听一乐，哗啦。有的音乐旋律啊，你一听到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这首歌是为你自己写的。有没有哪首歌会让你们觉得就是在唱自己？我是属于小时候吧，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听什么歌，它只要红你就有共鸣。大王叫我来巡山，哪句歌词让你比较有共鸣？那不是我的童年，这不是你的童年啊，人的小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你就听哪里都在放的歌，然后谁都很有共鸣。千夫的爱哪句？妹妹你坐船头。哎，你看，对，就是向往美好的爱情。现在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成为大家的共鸣。自己的歌成为大家的共鸣。是啊，厉害了。白冰呢？最近的一首就是我们在第4次公检里面跟新裤子合唱了一首，就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对，因为我本身其实我是他们的粉丝来的。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没有我的空间，一句歌词在同一首歌里面重复唱4、5遍是挺少有的。这句话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们工作平时有很多的人在身边，然后我自己也有小孩，生活就很吵杂，有时候真的特别希望说可以有一个人的空间，让自己待上那么1个小时。可是你不是希望声音一直都在吗？我的说就是独处。独处啊，自个儿一人放。但我独处的时候可能也得放点音乐。好，我们接下来大家拿好笔记本啊，要问这个袁咏琳问题了。让我可能要讲个30分钟。袁咏琳应该是速记的老师。不是，你要知道我出道10年，这好像才是我第2次上这个节目。我感觉你出道10年一直没说过话。我要把我这出道10年的故事全部放在这个舞台上。今天终于说话了啊！来，您说啊。我跟白冰好像有点相反，我怕寂寞。我怕安静，因为我从小爸爸离婚之后，我跟我妈相依为命，然后又独生女。我有一首歌听了，每次听会飙泪，就是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不掉了可以，才开了才还可以吗？你自个儿的事儿你自个儿过啊！好了，行。反正就是我想要快乐，就这么简单。我觉得有一个爱我的人，我爱的人可以一起共读，然后一起分享生活，这是我的人生目标吧。哦，我要继续讲了啊！我大学的时候失恋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就真的是崩溃。那时候是我初恋被分手那种感觉。我能理解你男的。没有，不，我说错了。其实每个人都有首歌，我听不了一首歌叫做《是否》，然后最后一句是情到深处人孤独。听到那个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就会默默无语2行泪。还有一个歌就是《水手》，苦涩的沙。因为咱们演艺行业，反正有时候碰见一些事儿的时候，永远听见那句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所以你一般是先听是否，等眼泪流下来，对，然后再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对，一会儿伤心，一会儿励志啊，对。其实音乐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它每一首歌都是每一个故事。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阿桑啊，你看他的歌里面那个歌词，狂欢就是一群人的这个孤单，孤单就是一个人的狂欢。其实那时候很多人就忽然间意识到，好像真的就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歌曲的创作者真的是非常厉害。今天啊，3位女孩子都来之前都准备了一张黑胶唱片，里面都刻有这个3首歌，唱出了她们自己在人生不同的年龄阶段发生的故事啊。我们还是很想听故事的啊。我们接下来就坐下来跟大家一起好好聊一聊。哟，你看，刚好可唯也赶到我们现场，我们请他一起坐下来聊聊，好不好？那就欢迎。
好的，我们首先来听听亮颖的故事唱片。但是呢，没钱买，我就在那个唱片店里面让老板一直重播，播了得好久。那老板算挺多朋友。我后来还是去买，就觉得很喜欢，就是很喜欢。就是有时候我其实不懂歌的意思，我就觉得好听，然后就觉得哇，唱歌原来音乐是可以是这样的，跟我小时候的理解是一样的。我不仅觉得音乐可以这样，我还觉得我人还居然可以这么活着。因为我第一次接触我喜欢的乐队的时候，我在那个对，是您的访谈啊，对不起啊。没事，没有，就顺着聊嘛。我第一回那个磁带放进，我当时记得我是那个自行车，这是那个红灯在停，我第一次磁带放进去，音乐一开始，然后接着后边人拍我肩膀，我才知道我已经站在大街上半天了，因为我就听那个歌，我就觉得我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狂躁的音乐可以干这样的事儿啊，经典，对。我们现在聊回来啊，就是亮颖，你当时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就会觉得，因为小时候对歌的概念更多是来自于卡通类的，小时候的什么一休哥、花仙子，然后就是什么黑猫警长、舒克贝塔，他的最爱。对，然后再大一点就是各种 OST， 就是电视剧的配乐的那一种。但是听到 Hero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还有这种感觉的，一个音可以拐18道弯，对不对？对，就是那个。来一小段。There's a hero if you look inside your heart,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away. And then a hero comes along with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and you catch your fears aside.Because you know you can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 and you finally see the truth. See that a hero lies in you. 必须要按照你说的拐18个弯的那样来。刚才你唱歌的时候，我们一博觉得。哇，好厉害啊！我唱得好好啊，好厉害啊！我很喜欢，我觉得它是一个除了本身歌曲听起来很有力量感，也确实当后来理解了这个歌词的意思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在找寻自我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坚定、更坚定、更相信、更有信念。关键是刚才你唱的时候，另外3位姑娘也没闲着。对，很好听，唱和声，一块儿对，都在和声，都在那个啊，真的特别好。好，我们来看第2首歌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第2首歌叫《我相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正好处在一个对什么都不相信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一首用来骗自己的歌，就是当你对很多事情不相信，对一些人不相信，你就假装它是好的，假装它是对的，假装一切都春暖花开。对，假装很重要的，因为时候长了就真的就是这样。鼓励自己啊，因为我觉得以前我没有信任的时候，错失了很多的一些机会，或者是一些交朋友的机会。性格原因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出道之后的不习惯吧，然后也会觉得有很多跟自己想象不一样的，或者真的就是有点我的思维不能理解的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很后退，不断的往后退。对，就是退到让自己觉得就是那个每一天那根弦都绷得很紧，对，所以写这首歌就是想让自己能够柔和下来，能够先不考虑它是不是好的，先相信它是好的，先假设它是好的。时过境迁，现在相信了吗？就是之前，我觉得很多我都相信了，我也确实之后交到了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有更多的机会去把握住，就是既相信别人，也相信自己。好，我们再来听一小段啊。每天睁开眼，试着改变着
望着天，飘忽不定的感觉。Cause I believe, cause I believe， 你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我比谁都确定你的心。但就觉得刚刚这样讲，我也很有共鸣。我觉得就是人生要不断的突破跟相信，所以我就还是想要表扬他一下。就我觉得你很棒，你真的很棒，谢谢你，加油！谢谢谢谢。而且亮颖姐有一首就是说 rap 热度很高的，然后整首歌都在反击键盘侠。就一时的情绪上头了，上头年轻人上头了，上头。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绝对他们。很坦诚的，只是不要脸。一定是他花了很多钱。他学历是假的，英文是背的，看起来好尴尬。Oh proud 也不容易，还要陪他一起。对了，有件事情必须说清楚，到底是谁说的他不是五线谱？我的现男友也是我的前伴郎，以前的事情我俩经常当成笑话讲。私我这事儿肯定没人能比我妈讲，所有这些黑料都太旧，拜托你换个花样。替吃瓜群众问一句，难道你家财通网？什么叫做打蛇打七寸？什么才能伤到他？只有我了如指掌。哇，你这个真棒啊！这个很勇敢呢。对，吐槽大会啊，对，上头了。其实里面有网上写的，明白，就是有括号里面就是大家说的话，然后给他们稍微整理的不那么难听了，再放进去。然后也有我自己，就也许大家不是太知道的所谓的行业内一定会有的一些乱象，就是其实是一种所有人都做这件事情，你不做你就是异类的感觉。是因为自己逐渐强大了才敢同流不合污，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合呀。我觉得什么数据啊，这些是最基本的合污啊，是吧？是吧？歌手，你们都这样？我们含笑不语半步颠，好吗？是吗？我们已经好嘞，这一段卡掉。我觉得互联网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有它的好处呢，就是在于大家能交流最新资讯。它的坏处就是会让蠢货扎堆儿，然后但是问题在于，因为当别人老评判你的时候，你就会变得越来自己越不爱你自己。就是当你试图去跟一个所谓的蠢货讲道理的时候，对，你其实自己比蠢货还蠢。对，所以梵高告诉我们什么？我听不见你说什么，我已经隔了。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说什么啊？我不知道啊，我没有耳朵啊，我不知道啊。但是后来这首歌出来以后，男朋友好像发长文还力挺，你当时想到了吗？我当时觉得，哎呦，文笔不错哦，哎呀，心里一暖，哎呀，是。哎呀，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也要看呐。我瘦了10斤啊！你看他刚才还一上来就跟我说瘦了10斤。今天公园舞台的词我们想过很多方向，最后决定。但是写他自己。这个改了几次，不知道改了几版啊。好像后来有唱过的时候有词儿给忘了一下，好多人在后台。对，我忘词了。安慰你。盖也在安慰你，你是最棒的，姐姐你是最棒的，是美的，是美的，是美的。还有你好像哭的梨花带雨啊。原本不会那么夸张的，就觉得啊还好，不可以了，好，我可以去后台找他们。还没进门，他们出来了，然后开始啊是美的，没事儿，挺好的。就是越说越那个情那个劲儿，你知道女生对女生一旦有人安慰你，你不抓紧机会哭，懂事儿，对，要不然那哥几个怎么？对，你不给面子嘛，对吧？是，对，哎，我觉得真是亮颖真的是感觉长大了那种，以前他好像不是这样，就是以前亮颖其实挺轴的，对。就是其实你看那词儿，我依然轴啊。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完全是另外一种很轻松的状态。对，所以我们是第一时间是学接受嘛，你先听着，然后再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消化这个状况。而且没人骂会很寂寞的，所以说还是也是一件好事儿。哇，对，你有这种爱好啊？我觉得我下次满足你，我下次好坏都得参半，这样才精彩啊！对，失敬。其实这期节目还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节目录制的此时此刻啊，就男朋友的生日播出的那一天，又是你的生日。什么？哇，就是这么有缘分。那你今天工作
不去送一个什么生日蛋糕？那当然是天天向上重要了。哎呀，这感动啊！那可不在现场的吗？不只能是吧？不这么说怎么办呢？啊，就是感谢你的，厉害。你看韩哥，我长大了，棒的是吧？然后最近说亮颖老师还有好多亮言亮语啊，有很多特别精彩的语录。没有，我说以前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现在觉得退一步蹬鼻子上脸。哇，真狠呢！但是我觉得一针见血，大家就是真的生气，然后就是一直忍到自己身体不好。我觉得健康是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对，就是我们现在正好讨论一下，现在如果自己来做决定，遇到问题的时候会选择所谓的退一步，还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直接硬刚？看是什么问题吧。对，如果是就是小一点的生活当中的事情的话，能忍就忍了，就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原则性的问题，或者已经触及到你的底线了，对，就肯定是不能忍的。对。那维维，你的所谓的就是不能碰的这个，我很少炸毛。可唯脾气非常好，他 EQ 管理非常高。会不会因此会觉得会受伤害吧？辛苦，或者会辛苦，会受伤害，而且会被欺负吧？我觉得。是吧？我们经常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是这样的。因为他老是在试探你的底线。那有时候你发现你的底线更低了之后，你发现自个儿成熟了，会有这种感觉吗？会。那天我还点赞了一个，就是说你就是你的那个什么浪漫的语录的。我说什么了大片。反正谢谢您，谢谢您，就是点击量又上去了。哎，就靠人点的啊。对，会有那种吗？就是说以前老觉得这个点我就已经急了，但是今天我同样碰见这样的事儿，我没急。对，我觉得我自己好厉害。就是确实成熟了。我前一阵就是前2天我碰见一事儿，我觉得我好成熟啊。我买一个东西啊，然后呢，最开始我跟他说要到付。他收到之后，他告诉我包邮，然后那个我说凭什么？然后我说那行，我给你包邮。然后这个事情就这么解决了，我好成熟啊，太棒了，是吧？感觉一束光直接照到自己的生活里。说了你可以到付，为什么还要包邮？对。现在说起来不能在意，在意又急了。不能在意，对，不能在意。对，我觉得可唯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也是这几年发现我有很多自己的原则跟底线，我是一定不能退让的。可是以前尤其是新人，你就很听话，人家说什么你就好。周遭的人一定会这样教育你。对，可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可是说话是一门艺术。那是啊。你要去坚持的同时，你要怎么去表达自己跟沟通？为什么这件事情你无法接受？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我以前很直接，因为我只会说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只有 yes or no， 没有中间。对，我以前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会怎么圆滑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也长大了。那是，白冰呢？我小时候20多岁的时候，就我是一个不会发脾气的人，就乖乖女，就是任何东西可能都自己在心里就消化了，就不会发火。你那么强大呀！后来呢？后来这几年有点变化。是。现在我就觉得，其实不管跟谁啊，男生女生相处，就好像跳交际舞一样，就是你进我退。打太极啊。就是你知道吗？以前就我一直退，然后就退到我一个不能忍受的极限了。那是。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如果你有不舒服的一些感觉，你一定要跟对方提出来。这2个人抱在一起啊，要么就是跳交谊舞，要么就是摔跤。就看谁配合谁的步伐，你不配合啊，你们俩就是摔跤。我觉得我好像刚好跟你们是反的，就是说我以前可能是一直忍一直退，就突然有一天觉得好像后面的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对，就会觉得说，原来你往前走一步之后，这件事情就再也没有了。啊，就是原来以前的这个恶性循环是自己的退让造成的。对，就告诉你们，老娘不是软柿子。对。对，我们来听听第3首歌啊。第3首歌叫《Affirmation》，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可以回答所有人问我的问题。亮颖非常喜欢这首歌啊，对，买了几百张。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换位思考。开头的那几句其实是这首歌的 bridge。我要记得我从哪里来，我曾经在哪里。就是你会有时候觉得想太多了嘛？有时候想算了，别想。其实你回答完这一些问题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需要去解答别人的问题，你清楚自己就好，就是这个意思。OK， 我们来听一下。Intuition I cannot ignore, can't help me in my time of danger.
Wasn't easy walking out the door, but I know any other place was safer. And the freedom that I now enjoy holds the bruises in my heart to face. 'Cause I know I am not afraid. How you gonna try to sing the blues when the only key you know is major? Walk a mile to someone else's shoes, and the ups and downs I've gotta change. You can't tell me that you wanna stand till the bitter tears were down your face, till you're standing in my place. Oh, you can never feel the joy and pain that you've never known. Yeah. Far too much emotion to explain in a story that is not your own. 好听，好听，好听！谢谢亮颖的这个分享。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那个咏琳的故事唱片。这首歌是把悲伤还给悲伤。这首歌感觉曲风很古早啊，很古早，它是我二姑姑吴敬贤的歌曲。很多人不知道她是我二姑姑，她以前演那个《星星知我心》。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哒哒滴哒哒。什么？哇，这个没事，我不会接你的歌。不要接，这包容。哇，他当时他也演了。对，他是演戏还得奖。为什么这首歌对我来讲意义特别大？因为其实我会起初有这个梦想，会起梦的来源就是我二姑姑。我那时候这个照片我应该是3岁还是4岁，我第一次看她演唱会，然后看她穿得非常华丽，然后站在那个舞台上，光哇打下来像公主一样，然后我就迷上了。然后我爸妈跟我说，后来我上台跟她一起唱跳，我就迷再下来了。就觉得舞台才是你的归属，是不是啊？对，所以我就开始了我想要当歌手的这个梦。那我们来听一下您唱这首歌。哇，这首歌。悲伤还给悲伤，等待温柔的眼光，轻轻环抱我的肩膀，让我觉得有希望。把悲伤还给悲伤，告诉我就是这样，还有更这段唱完之后，马上100个小朋友拿着蜡烛出来，把悲伤还给悲伤，鸽子满天飞，把悲伤。但你要想，我那时候4岁开始唱这首歌，你知道4岁小朋友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把悲伤。4岁悲伤都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如此的觉得自己的人生怎么这么悲伤，如此走向忧郁。小时候开嗓唱的第一支歌很重要，所以小时候我们要让小孩子听快乐的。对，毕竟最后有更多属于你的阳光嘛。对，所以其实我的第2首歌就是一个很大的翻转。好嘞，这首歌就是范晓萱的健康歌。这个对了嘛啊？这首歌就比较适合小朋友听了，有没有？对，就爱听这歌。这个我就是一个 ABCT 这样的歌，很多人会觉得怎么会听过？对，而且我都是偷偷摸摸听。以前我要听流行歌曲，我是躲在棉被里面，然后不让爸爸妈妈听到，然后我就会用卡带录下来，收音机播出的东西，然后自己回放。然后那时候没有电脑，没办法查歌词，还要一个字一个字自己手写，然后都写错。人家棉被里看琼瑶，然后你棉被里听健康歌啊，手写左3圈右3圈钢笔字啊，完全不会写。而且我以前是听英文歌，我也不会写，我都写错。我现在才知道我以前的歌词都是错的。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对，没错。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常常被霸凌、被歧视，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我不敢坐第一排，因为每次坐第一排，他们就会吐口水啊、丢东西啊，然后你走在那个走廊上，他们就会把你绊倒啊，然后故意贴个纸条说 kick her， 踢他，我就会被踢，然后我就后来搬到最后面，我可能有的时候没有自信是这样的一个来源，就是小时候没有朋友，甚至像去食堂，然后妈妈会帮我准备水饺啊，然后蛋炒饭啊、包子，我们觉得很香，可是外国朋友他们都是吃薯条跟汉堡之类，所以我一坐下来，你就看一整群朋友起来，然后移走。
就剩我一个人在那边吃饭。然后几次下来，我觉得很丢脸，我就一个人去厕所开始吃饭。对，就是这样，这是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让我很释放。对，它让我觉得我可以变健康，而且就是这是照片对不对？对，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就好可爱。因为很黑、很瘦小，有点呆呆的，然后不像一个吃包子、吃饺子长大的姑娘啊。然后因为小时候就有那个当歌手的梦想，所以我的方式因为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就会把我的玩偶放在沙发上排站，然后我就开演唱会给他们听，然后我就把范晓萱这个小魔女专辑呢都要从头唱到尾，差不多2个小时，1个半小时的一个演唱会。明白啊？对。我那张专辑我也喜欢听啊。小朋友自己制造快乐的。这种很治愈啊！其实我越唱越开心，因为这张专辑我们应该都听过，对，是吧？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啊！哦，那这个我一定要站起来，我们都是你的玩偶，我们就是你那群布娃娃。健康歌。左3圈，右3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早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啊，庆祝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可掬，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哇，这好棒啊！你看那个时候都是抖抖手啊，抖抖脚，现在是抖抖音啊，也还行，是吧？刷屏，抖抖音呀，刷屏呀。啊，对。对，我们来听听第3首歌的故事是什么？那第3首歌就完全又是比较成熟的歌曲了，叫 Someone You Love。Someone You Love， 这是 Lewis Capaldi 的歌曲。因为我其实去年是本来要离开演艺圈了。Why？ 我真的觉得这10年就是一直活在像杰伦的影子下。我一直在弹唱、创作、唱跳，可是就是没有被看见。我全部高中、大学的同学婚姻很美满、很幸福，然后很多小孩，真的会有压力。本来想说25岁可以结婚啊，没结成，好没关系，30岁还是没结成，那35岁再放你一马，对不对？这首歌呢，就陪伴了我，度过了我去年33岁生日最忧郁的时刻。那时候没有感情，也没有事业，听这首歌边开车就一直哭，一直哭。有没有打算就是退出这个行业之后开始恋情啊、结婚啊、生孩子啊？我之前有一段感情就是5年了，然后那段感情对我的伤害最大吧。很认真以为会走向婚姻，没想到最后男生说他没有要选择我。对。现在会好一些吗？哇，我现在觉得好像是一场梦吧。去年我本来已经公司都聊好，我说我要迎接人生下个阶段，没有想到这个节目来了，我又可以重新出发追梦唱歌。哇哦，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There's no one to save me. This all or nothing really got a way of driving me crazy. I need somebody to heal, somebody to know, somebody to have, somebody to hope. It's easy to say, but it's never the same. I guess I kinda like the way you know the pain. And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 and you're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 I let my guard down, and then you pull the rug. I was getting kinda used to being someone you loved, someone you loved. I was getting kinda used to being someone you loved. 哎，好好听哦！而且这些歌里都是他自个儿的一点一滴，对不对？
就我觉得我还是自弹自唱最像我最能表达自己。我从小就是用弹琴、唱歌、写诗、写词、写歌来表达自己，因为我不太善于用话语表达。你不善于用话语表达 ？I'm sorry， 我聋了吗？我像话有点多了，放飞自我了。对你都上岸了，就别再想着孩子的事儿了，对不对？是。然后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个话题啊，很多人说你都30了，差不多找一个得了，别再挑3拣4了。叶可唯，可唯，你现在会有这种？没有，完全没有。年纪真的是一个数字而已，自己活得开心，自己活得潇洒才最重要。那是。人好像没有就是一定要结婚的年龄啊，只有一定要结婚的感情，是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最重要的。那会不会因为所谓自己年龄的一天天的增加，择偶的标准会降低？我可能会更高，因为我更懂自己要什么，我更不想妥协。以前你会说我要高，我要帅，我要怎样，现在你会觉得要慷慨善良，能扛得起责任的男人。交往彼此的过程，大家有可能比较认同，第一是真诚，第二是善良，就算分开也互不相忘啊。谢谢永伦给我们的分享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白冰的唱片故事。能不能这一轮看你的手？哇！我发现你好喜欢这一类的音乐啊，真的。文艺青年。文艺野男孩的范儿哈啊。No Fear in My Heart 是朴树的一首歌，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大家就很奇怪，我是在我很好的一个年龄，然后去选择了家庭，然后去结婚生子这样子，可能你就胖了，然后你就再也瘦不回来了，可能整个样子就变了，或者是你消失了1年，你回来还有没有人在找你演戏？就很多这种声音在你旁边，你知道吗？所以每当这些时候，你就在想你要不要去坚持自己的选择。所以像这首歌，我就觉得挺帮助我坚定自己的想法。你这种歌词看了不觉得是在骂你自己吗？你唱这歌就感觉自个儿找骂呢。没有啊，我觉得好像更坚定去做自己吧。是吗？那我们来听一下啊，来听一下，坐着唱，好有 KTV 的感觉啊。你也曾经追问，然后沉默，渐渐习惯谎言，并以此为荣，因为没有草原，就忘了没什么。你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第一次听你唱这样的歌，我超喜欢那句"你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对，我也特别喜欢那句。很多人认为，作为女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心全意的照顾家庭，你们怎么看？我可能没有这种困扰，因为对于我来说，你是个 rapper， 你非常锋利，我可以 You don't care everything。不是，我原本就是个四海为家的人。就是你会觉得你1年4季你就都在不同的地方跑，然后会跟家人待在一起，但是不见得在家里待在一起。你可能跟他们一起漂泊。他的心是自由的，对，他的内心是潇洒。吉普赛的那种，对他们就是走哪儿是草原。对我来说，如果说有小孩啊，或者我完全可以带着他一起出去演出啊。可以啊，当然也可以，当然可以，因为孩子是你的啊，我们管不了。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家庭和就是事业的这种选择的时候，但我也挺庆幸说我在那个时候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了那个选择，不管现在结果怎么样，但我觉得起码我做了自己的选择。对，坚定的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了。对，可唯你可以想象未来自己如果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生的状态，你会怎么样去应对它？我还没有想过，我真的没有想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定说的不是他啊。我们来看看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啊，第二首歌是乌云中，是艾热的一首歌。当时想挽留他的女朋友，写了这首歌，然后他成功了，后来成为了他的老婆。所以就觉得还蛮感动的。然后当时我听这首歌的状态是我属于工作和感情状态都非常不好的一个阶段，就我一个人
坐飞机去清迈的路上3-4个小时吧，就是单曲循环，然后一直听，一直听，你就一直想着这个声音在里面，你觉得乌云中这3个字就特别像当时自己的一种情况，就好像在飞机上看着窗外，你所有的东西都在一种混沌当中看不清楚。特别适合你坐飞机的那种感觉啊！当你看见漫天乌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它的背面是金光闪耀。哦，是吗？有对这样一句对，话，它一定是你要努力的去穿过去，你才可以看到。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白冰来唱一下这个乌云歌。此刻我身在一片乌云中，此刻我身在一片回头混沌中，此刻我更适合去我的被窝里，此刻我不想再反复的为了你。我觉得我也特别美丽，我也特别性感，想成为谁的唯一，也不想为谁心寒。这不是我的都市，但也有我的故事。我并不那么物质，但想要一间屋子。我想我可以幻想到我환让的那一面，我真的特别盼望学会完成的那一天。我真的愿意领悟，我真的愿意领悟。谁不想拥有幸福？难道我会去抵触？白少女真的是外表鲁豫，内心崔健，我觉得你真的是你都喜欢这种特别有春家人的海洋，就是那种。你看看，有时候话呢就要骗自己。浪姐中呢，蓝盈莹弹唱，后来你躲在房子里哭，也是因为想起了什么经历吗？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其实那期播出之后，就很多网上有朋友就讲说，是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也特别想说一下，其实没有，就大家不用那么担心，而是我觉得大家有没有都有这种感觉，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你听了一首歌，特别有感触，你莫名的，哇，果然你们是一个团的啊！就特别有一个情绪，就突然会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确实容易那个是涨价的时候啊，对对对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是上分的时候。你们就玩电子游戏。哦，真的，我们都爱打电玩。你也玩啊？哦，我们都打。我上一个赛季荣耀嘞。你看看聊这种聊不高兴，这个聊什么这些啊？来聊电竞，来对。哎，你们玩游戏，这个我们一波终于可以，我们这位等位的朋友，终于这位安静的朋友终于可以搭上话茬了。一波话筒，哎，来，然后那个我跟你们说打电玩是真的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好积极哦！真的，对，像我是辅助角色，我很喜欢辅助别人。哦，辅助。所以如果男生来做坦克，他站在我前面帮我，对吧？吸血，他吸血，我来帮他辅助，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配合。这段只能靠王一博了，我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什么坦克？就是一般游戏里面分职业跟角色，有的人是擅长输出的，有的人是擅长回血的，有的人是擅长肉盾，是点在前面挡伤害的。肉盾我能明白，就是帮别人那个挡着嘛，对。这就是互相的一个共识。哎，那你们会相信，比如说玩游戏的时候碰见那个自个儿的真爱吗？哦，我不相信，我信。所以他是你玩游戏的时候认识的吗？就我们其实认识很多年，但一直不熟，但真的是玩游戏熟。你看，增进了友谊，哎呦呀，增进了爱情。那我知道了，因为我只要跟朋友一起打游戏，我通常就是稍微过个1个星期、2个星期，我跟人家做的任务就不一样了就是远远落后了，因为我工作会比较时间上面没有那么多的对。然后就慢慢的就变成一个人玩，这样有那么一个人他会等级等着你。就跟追剧，不，我先不看，不跟你，然后咱俩要一起看。这个方式很浪漫哎。这个环节其实可以找一个什么游戏来冠下名，对啊！没想到这些女艺人这么不是喜欢玩游戏，大家都喜欢玩游戏，真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看第3首歌是什么故事。对，第3首歌名字叫《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啊，这是你们一起演过的，对不对？对，其实这是我们节目里的一首主题曲，好像在舞台上只演过1次，但我印象特别深，那是我们唯一一次30个姐姐一起在台上演，那一轮开始就有姐姐离开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对我觉得
我觉得印象里非常的深。然后再一个，我觉得这个歌词特别的好，它很直白。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吧，今天就是大胆的去唱歌。对，因为明天的烦恼就要交给明天，否则我们要明天干什么？对，我们来听一下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大胆的去生活，大胆去爱。明天的烦恼就交给明天吧。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那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歌唱。乘风破浪，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啊？把明天的答案留给明天，今天深爱着。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有把哪能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快乐。今天要快乐。谢谢我们的来宾的分享啊！最后我们来听听郁可唯的故事唱片。宁静的夏天，能浓浓还能点点。这首歌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故事？这首歌是大姐了，宁静。静姐来了。就是因为我之前签的公司是滚石唱片，然后他们举办了一个滚石30周年演唱会，巡到上海站的时候，然后我就有这首歌的表演。我上台之前，他们那个大屏幕没有打出来这首歌接下来是谁唱，所以就是全场的观众都在期待梁静茹，然后结果我砰一下出来了，然后那时候这谁呀就不知道，所以全场就下去，哦梁静茹，不可能。对，全场都在喊梁静茹的名字。听听，这才叫经历。我以为听听，这才是群众的呼声。我这好打击信息啊！那后来呢？就往台上扔东西的，然后，当时。然后我那个劲儿就上来了，我就不信了，然后对，然后我就个华丽的转身，然后又开始唱，反正就是经历这个事情以后，然后晚上回去发了个微博，就说明天再喊我还继续唱，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只为一些猫猫狗狗的哭而已，这个不会让我哭，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完了以后，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坚强，蛮倔强的，真的很厉害，我的天哪，全场在这喊啊！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走。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可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一起来，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好听。王一博这首歌熟不熟？熟啊，这首还可以啊，还可以。听过这个歌，下一首就更熟啊。下一首。下一首歌你选的这首歌？对，我选了这首歌。这首歌叫做《我怎么这么好看》，让大老师来歌。我怎么这么好？全场最好的歌耶！
这首歌就是因为我也是09年参加比赛，参加完了以后，因为那个时候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我又爱长痘，然后那个时候脸也胖。很多媒体啊什么就是攻击说，哎呀他丑啊什么的，而且那个时候我算年纪挺大的，在那个舞台上面，对，然后就说我是老阿姨什么的，然后也是就是各种被攻击，对，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那有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内心会更重要一点，反而就是这些就是外在的一些东西，他们去攻击这些我最不在意的东西，我觉得是最没有用的。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在主持那个节目，对亲历嘛，对。有可能他们都没有告诉过你啊，我那时候经常拿你去打比方。之前有一个女孩子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很棒很棒的。我说其实歌手是有2种的，就是一种是打动观众，还有一种是打败对手。我说你一定要想你要做哪一种歌手。有一种歌手随便什么样的歌手在他面前，他唱他的歌分分钟可以把原唱干掉，因为他唱得太好了。但是我说你要想想看，我说郁可唯就是一个可以打动观众的歌手。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打败哪一个对手。我跟他说，我说你心里有可能只有我要唱的比谁好，但是没有想过我要唱的让你们感动。疙瘩都起来了。我说你自己去想一想。后来他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哦，也是非常厉害的啊，非常非常棒。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啊。好的。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醉然一下肃然，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小鸟欣然围着赞叹，我让花朵嫣然围着摇蝉，我让鱼儿嫣然围着追赶，羞涩抱蝉当然万物喜欢，我让静止怦然奔起波澜，我让麻木愕然摇起梦幻，我让人们非人有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我怎么这么好看，好欢乐的一首歌。挺好的，就是我想站在女孩子的角度上面讲一下，就是被人攻击长到的这种事情，不会说完全无所谓的，因为女生嘛，怎么都是爱美的。我觉得今天之所以她会选择这一首歌，我觉得是因为她坚强，告诉自己不要太去在意这些东西，但是不是说完全不 care。你没有想过，就是单纯因为这个歌好吗？当然就是想欣赏一下。我觉得肯定也是有这个原因的。那我就是想讲说，大家要讲这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真的想一想，大家都有一个互相之间的尊重。好，我们来看看第3首故事。第3首是我自己新出的一首歌曲，叫《我行我素我爱你》。哇，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一个态度，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锋利，也没有什么棱角，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个性。我是觉得自己要再勇敢一些，然后再果断一些。要果断一些啊。对对对。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可唯给我们带来新歌《我行我素我爱你》。接下来呢，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迷茫的女生朋友们，希望你们可以做自己，更加的我行我素，送给你们我行我素我爱你。我不相信人山人海之中相遇只是一种运气，我不忍明天崩地裂之前也要抱紧同归于尽，我还年轻，至少还能任性，小将说还有什么不可以，永恒是目的，爱是座右铭，你是世界的唯一，就让别人非议，就算惊天动地，闪瞎别人眼睛，这样我更高兴。我行我素，我绝不放弃，旁观者请安静，别怪我发脾气，没人可以歪曲我对爱的定义。我行我素，只想和你在一起。
谢。好听啊！我们到时候上网听完整版，好不好啊？对，慢慢的，各位支持一下了。我们也要谢谢这个可为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啊，音乐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啊，它可以治愈我们内心的一些小小的伤痛，或者是能够让我们内心的喜悦变得更加的充盈开心。对，刚才大家都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唱片故事，然后我们也特别希望在未来的时光当中，不管是对家人也好，对朋友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是有机会去倾诉的。真的。但是现在呢，有一种很好的方式叫做树洞。哎呦，我们现在好像也有一个神秘的树洞，里面有4位女生提前写好的小秘密，但是没有写名字。夏天过去正好听小秘密啊，夏天又要过去，留下小秘密。好了，树洞时刻来。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树洞时刻的玩法啊。我们在这个洞里面呢，取出4个秘密，依次将秘密分享给大家。听完分享之后呢，你们2位呢就每个人提案一首此情此景最想唱给他的歌曲啊，然后4位女生进行这个抱抱猴的投票，获得那个抱抱猴最多的人会获得一个称号，叫做最懂女人心的人。哦。那我们怎么能跟一博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猜测一下秘密的主人，但是我们全程不揭晓答案，也没有答案啊。亲爱的树洞你好，之前交往的男性一开始我都觉得挺不错的，可是相处时间越长，越发现对方某些行为让我不能接受，我开始怀疑自己挑选男人的眼光有问题，导致我现在都不敢轻易开始一段感情。到底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对的人？来，此情此景，大张伟是我们这里脑洞开的最大的啊，或者开的只剩脖子了。然后那个我们怀疑自己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遇到对的人？哦，大约在冬季，对不对？大约在冬季啊。然后还有就是向天再借500年，啊，这也忒狠了点吧？就是要有这种壮志豪心。那你怎么不说千年等一回呢？千年等一回也行，1000年以后。1000年以后，那就是爱你10000年。嗨，一博，你觉得这种情况哪首歌？我歌单比较少，我想不出来。好，那就先搁着啊。我觉得送他一个千年等一回，因为那个都是一个万世流芳的一个爱情故事。那你就唱2句吧，来，千年。当当当当当当当一回。千年等一回，望一回啊。这边好听。是谁在耳边说？键盘老师觉得这段爱我哦，不好听了啊。好，来，我们看看第2个秘密。这个很明显呢，是谁？亲爱的树洞你好，我妈妈单身许多年了，现在岁数越来越大，而我工作太忙，陪她的时间又越来越少，很担心，很心疼她，很想妈妈能找一个男朋友，可她总是搪塞我，不知道怎么做她才愿意找对象。希望妈妈找对象，妈妈找对象，就是她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妈妈唤起爱的更多热情啊？我估计他还是我的歌单不多。妈妈找对象，泡妈的，泡妈的汉子，泡妈的汉子，泡妈的汉子，这个歌太好了，厉害，这个厉害。哇，你的脑洞真的是，这个绝了，这个很绝，这个猴应该全部都长在我身上了啊！来，我们音乐响起来，预备起。今晚像季风一样，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所有的日子都跟这男的一块晴朗，哇，太棒了！好，我们第3个小秘密。亲爱的树洞你好，我现在有一个相处很好的男朋友，双方已经见过家长了哟，并计划年底要结婚了呢。可近期事业上相比之前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开始聚少离多了，我有点开始犹豫，我是要继续坚持年底结婚，还是先忙事业呢？婚期暂缓可以吗？来，
啊，就是他是到底是先忙事业，还是按照原计划年底结婚？来，王一博，李一博其实一定能想出一个啊，绝对的。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会有什么？你希望他怎么样？祝你特别合适，有点跟刚才套妈的汉子异曲同工之妙。下一位，可以绕韩哥一圈，韩哥。啊，一博，你不会撞到我吧？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感谢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王一博，李一博其实一定能想出一个啊，绝对的。一博可以现场他那是无感，爱接不接？秒针分针滴滴答答在心中。对，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是不是？哦，这个也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那种海阔天空、任意翱翔的感觉都行。会有什么？你希望他怎么样？李一博其实一定能想出一个啊，绝对的。祝你平安，祝你平安，祝你平安，祝你平安。你的心情现在好吗？特别合适，有安慰的感觉。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跟刚才套妈的汉子异曲同工之妙。对，因为结婚了嘛，祝你平安的一生啊！对，是这个，好人一生平安，很棒啊！你会唱这歌吗？祝你平安。你看，可以，来，不管是婚姻还是爱情，我们都希望能够祝你平安。这个什么呀？这么高啊！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你永远都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耶啊！什么的爱都可以平安到底啊！跟大老师上节目好费眼膜。哎呀，没事，都累啊。好，最后一个，亲爱的树洞你好，哎，我爸爸，哎，你看啊，这个应该可以听出来了啊，我爸爸从小对我非常严厉，也从未表扬赞美过我，让我一度感觉不到父爱。我觉得我对现在不善于与异性相处、交男朋友等方面都有无形中的影响，就是父亲对他有无形中的影响。哦，一博仔细听啊，一博有感觉了，有感觉了。I got a feeling。也担心未来孩子的父亲会和他一样，多想和父亲的关系变得像无话不谈的朋友一样啊。一博希望跟自己的父亲能够成为像无话不谈的朋友，就是像无话不说的朋友，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那些日子都不再有。不是，关键一生一起走。朋友一生孤单过，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好，听完我们这些朋友的提案之后，你们觉得应该把这个猴啊，有可能还是挂在自己身上？对，自个儿留着吧，回去自己留着，挂车上挺好看的啊。为什么要挂在自己身上？因为自己才是最懂自己的人，尤其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们，是不是？是一个比一个有态度啊。对，我们刚才听了4位女生的秘密，其实还有很多的秘密也在里面啊。那我们随机来抽2个分享。
树洞你好，我是一位北京的姑娘，职业是一名摄影师。因为我从事的是一份从业者大多是男性的工作，大家都叫我女汉子，我真的很讨厌这个称呼。为什么我明明只是一个优秀的小女孩，却要被称为汉子呢？好，我们现在用掌声有请我们刚才真的是特别赞叹的这位身披重甲的摄影狂花，中国第一位女斯坦尼康的摄影师登喽！就是刚才那位是不是？又见面了，老师好！哎，大家好，我是邓陆，朋友们都叫我陆小仙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大妞，我的职业是一名电影摄影师。在朋友们的眼里，我应该是英姿飒爽的，但是呢，我的内心里住着一个小公举。欢迎小公举。有请了，哎，公主殿下，哎，您慢走，哎，都来，您往前走。陆小仙儿呢，在这个业界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他参与拍摄的这个《大象席地而坐》，获得了第39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华语电影。今天我们节目开场的秀呢，也非常荣幸，就是陆小仙儿给我们掌机来拍摄，我们到时候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小仙儿，你都跟哪些导演合作过？最近的一次跟陈凯歌导演合作过，去年还拍了《大约在冬季》《相爱相亲》，然后刘仁英导演的《后来的我们》。然后广告其实也是蛮多的，比如合作的艺人像有吴亦凡、杨千玺、杨洋、华晨宇。你马上就会碰见王一博了啊！对，我也准备这么说的啊。而且我们也合作过啊，你还记得？都合作过啊！哎呦，太感谢了，你还能记得我。我们家是3代影视世家，你见过我们母亲？对，因为我母亲也是做这行的，等于我们家男孩子都是做摄影师，我爸爸还有我姥爷都是摄影师。女孩子就全都是做造型啊、服装啊、妆发啊这一系列的，所以特别巧。那时候跟白冰老师合作的时候，我这还在做那个设计服装等等的。然后跟白冰老师合作的时候，拍的是《黄图腾》，对，我湖南台的戏。给白冰老师设计过他的霓裳雨衣。所以今天见到他，就是正好多年没有见，今天一看到他扛一个斯坦尼康，哇，就是吓一跳，真的吓一跳。你之前做的工作不是很小仙女儿吗？你怎么？当你设计完之后，当你的前期拍摄的时候，你就想给他拍点照片，结果拍着，最后我就拍了很多的剧照。他很喜欢，老跟我说往这个摄影方面发展吧。原来是这样啊！我们一起来看看陆小仙拍摄时候的一些风采，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对嘛，他一定是举铁的。哇，这个帅到了！啊，这个真的太帅了。这个是海拔大概5000多。上了垭口了，等于是吧？对，其实当时我问了业内的人有没有人能够就是在这么高的，结果他们都跟我说你千万别接，你会死的，你会死的。然后我说但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答应人的事就得做到，死就死了。但是后来我回来之后，我就说兄弟们，我还活着，倍儿爽！太牛了，你太牛了！证明了男的都做不到，我们就是这么厉害，对不对啊？你最多一次大概扛那个工作大概要多久？连着背了40个小时。40个小时，就没睡觉是不是？就没法睡，因为你知道拍戏有的时候他要赶
场景，包括什么档期什么，大家都在赶。其他的部门大家都能轮着眯一会儿什么，但是你知道摄影组又在现场，你摘完机然后得跟着打光。但是我们那一条基本上通条全是斯坦尼康移动镜头。这个身体不会弄坏吗？你40个小时？其实有，就是比如说湿疹就会常年有，因为睡眠不好就会导致你皮肤有很大的问题，对，然后免疫力下降等等。那你这个其实应该也有职业病啊，就会有一些，包括颈椎会有颈椎病，对然后就是湿疹这些。那你看见那种特别好的场景的时候，你会不会习惯的就要转着看？斯坦尼康啊，一博你应该比较熟悉吧？你每次跳舞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对，舞台上挺多姿态的。对，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好多人绕你，宝藏男孩可以。来，你看，咱们平时像拿毛笔一样，对，然后主要是左手使劲上下上下，然后尽量，它只要越贴自己越近，就你的腰会越省力，不要太屈腿。好，来。啊，一博，你不会撞到我吧？我们这么着，放一个歌，然后我们站着摆几个 pose， 然后感觉给我们绕一圈，就是一博按照自己的感觉拍嘛。对，好吧。行。下一位。看可以，这哎呦可以。绕韩哥一圈，韩哥，哎绕，对，最重要的，绕，哎黑马绕，好了，耶，还可以，真是好沉，对不对？真的好沉，好沉呐，特别沉。你下次跳舞的时候，摄影老师斯坦尼康你会非常的照顾他们了。对，就很敬佩我，好沉。那我替他们谢谢你。你看，发自内心的敬佩了。你要他得拿下来。哇，拿得这么轻松。而且你要想想看，一博他最多一次扛40个小时。3分钟就很累了，一首歌就是大概3分钟左右，一直扛磁带的哇就。关键还动啊，他还跟着镜头，而且他还要听导播的呀，先躲，然后走，你到了上转圈啊，对。所以人家说您汉子，不是说在跟您开玩笑，真的敬佩你。就他们有的时候会直接跟我说那个，你在我眼里就不是，我就没拿你当过女人。我觉得我要听到这样的话的话，我真的觉得你在表扬我。因为我很强大，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大家看到只是费力气，它有很多细的东西，调镜头的角度，然后左右，它很多镜头语言它是粗中带细的。对，我希望能更多的人看到是这个内涵的东西。我只有一个导演曾经评价我，让我觉得我简直特别有价值，就是我当年跟陈凯歌导演合作的时候，拍完那一个镜头，因为当时突然间有一个小细微的变化，然后我当时灵机一动，机器就给上去了。一拍完之后，导演跟我说就笑着说：“小仙儿，你知道吗？你不是摄影师，你是诗人。”哇！因为我师傅是李平斌先生，他是光影诗人，所以如果我觉得我的镜头能被别人看到有诗的影子，那我觉得我没白跟师傅学。就这一句啊，就这一句就成了。对。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啊，女人如歌，大家觉得哪首歌比较符合陆小仙儿？来。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Work a little harder. 对他不想要 stronger， 就是那个 stronger harder 了，他想要女人 prettier 啊。他不怕死吗？对啊，是啊。对呀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但是他希望来到这个舞台更有那个对。我有一首歌想送给你，就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对。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可爱女人。
那邓璐你自己觉得哪首歌是在唱你自己？就可能我觉得是起风了，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特别累，或者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天空，就是因为你有很多汗水，当那个风吹过的时候，你确实正在经历着蹉跎，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会莫名的就有这个起风了这首歌的旋律，对。我们知道这个陆小仙有一个心愿啊，就到天天向上来，主要是因为这个心愿来的，就是他很喜欢这个亮颖的一个歌啊，画心啊，主要是因为特别喜欢亮颖啊，那我们就稍微一起唱一下这首歌。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或者你画不出你的骨骼，记着你的脸色，是我等你的执着，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太开心了。我也很开心，因为很明显他真的很熟我的歌，然后唱唱，就一看就是爱你很多年了啊。对，爱太多年了，终于表白了。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在他4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出国旅行了。你没有观过世界，哪来的世界观呢？其实我觉得他做了我一直想做不敢去做的事情。有人问过您钱都哪儿来的吗？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接下来我们再念最后一个小秘密啊。亲爱的树洞你好，我是一位80后的妈妈。几年前呢，我辞职带着我4个月大的宝宝环球旅行，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看到世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却遭到了身边很多朋友的质疑，比如说辞职带娃旅行就是有钱人的一作秀，这么小的孩子什么都不懂，旅行是白去，带这么小的孩子环游世界是对小孩的不负责任，环游世界算什么？有本事陪孩子写作业呀！为什么做一个非传统的中国式妈妈这么难呢？掌声有请独自带娃环球旅行60个国家的妈妈陆春和她的儿子小坤。我带着小坤走过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从1岁到7岁，从牙牙学语到小小男子汉。独自带娃旅行的路上，我们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是从没有任何退缩。每到一个国家，我们都会拿着中国国旗，与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拍照留念。我希望能让全世界都认识 China。大部分的家长和孩子不但不会拒绝，反而会大大的赞叹。甚至还有家长希望给孩子拍一组同样的照片，留在他们的相机里。这一刻，我知道我们的国家走出去了。我想告诉全世界，我来自中国。现在我带来了来自于全世界22个国家小朋友的问候。China， 请祖国妈妈收下这份生日礼物。大家好，我是陆春，我是小坤的妈妈，是一名带着孩子环游旅行的妈妈，也是一个非中国传统典型的妈妈。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坤，
我喜欢和妈妈一起出去旅行，游遍全世界。我希望我可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哦，好，有请了。我们问一下陆春啊，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辞职带孩子去环游世界？其实在他4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出国旅行了。后面到他4岁的时候，我就干脆辞职，带着他环球世界，因为我想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哇，那么多人的质疑，有人问过您钱都哪儿来的吗？去了这么多地儿，应该会有。有，其实就是这个质疑是最多的，就以为我们说是有钱人。其实我跟孩子的爸爸就是非常普通的这个上班族，只不过呢，孩子的爸爸之前呢是在旅游行业工作，所以呢他就会有一些，比如说订机票啊比较优惠啊，或者酒店比较优惠的这种方式。那后来呢，我就在分享我跟小坤的旅行故事，然后成为了一名亲子旅行的作家，获得一些报酬来支撑我们的旅行。你看看，还是有自己的方法的啊。对，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场上的4位女孩子，就是如果就是你们有了孩子，你们敢独自带着他们出去旅行吗？我觉得敢，我肯定是敢的，但我觉得4个月我会比较担心，除非你把它装到一个装甲车里面，我觉得我自己万一我抱不好，或者是我不知道啦，就看到时候的状况。但我觉得我是敢。没尝试过。维维，你可以想象一下，敢不敢？我可以想象，我肯定是不敢的，我肯定是不敢的。哦，嗨，好，很好，这答案，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像出国啊，就是有很多的就是意外的一些情况，状况你自己想不到的，然后再说还要带一个很小的宝宝去照顾，就是反正我是很佩服这位妈妈，真的是很佩服。对。其实我觉得她做了我一直想做，但是又不敢去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我给自己也立一下，就我觉得1年之内我一定要带着小朋友这样走一个地方，去趟大兴机场，那边也挺远的，现在好远。我2、3年前第一次一个人出国旅行，然后我就觉得一开始很紧张，我觉得他真的太勇敢了，一个人旅行太勇敢了。可是不知道小孩子就是这么小，他会记得。其实也是有很多妈妈都会问我说，孩子这么小，然后他都记得吗？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管理心理学硕士，孩子呢从出生就已经有记忆力了，只不过他的记忆力都是那种没有目的性的。那比如说孩子从小去看比较辽阔的画面，他的心胸也会变得比较宽广。就像我们成年人在遇到烦恼的时候，就会想去看看大海，心情就会好一点。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孩子出去旅行都是利用他的假期吗？请问？是的，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天天带着孩子出去玩？这孩子都不上学了吗？其实小朋友根本就没有说去请假，然后不读书去旅行。我们都是利用寒暑假这样子，我们就去看世界。因为你没有观过世界，哪来的世界观呢？我们老说培养孩子的3观世界，那你就要让孩子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之前我就是上个月带着小朋友去那个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米，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啊，你怎么带孩子去那儿那么高的地方？其实是我们在他4、5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走过青海啊，海拔3000米的地方，发现我跟小坤没什么反应。后来呢，我们又去到甘南海拔4000米的地方也没事儿，直到去年7岁的时候，我们就去了那个亚丁五色海，海拔4700米。他当时还给我现场去讲那个氧气罐的那个使用方法。其实我就是觉得说，有的时候他的安全意识比我还要强。你跟我讲讲，对，坤哥。氧气罐的使用方法就是先拆开包装。我都没想到。然后有个盖儿，把它拧下，然后再把面罩拿下来。然后面罩下面有个小喷孔，把面罩罩在那个小喷孔上。按压喷口，氧气就出来了。在这时吸气。当气不足的时候，这2端会有一个吹气孔。妈呀，就一个。就一个喷口，就一个啊！一次不要吸太长时间，要不然过几次就没了。过段时间就没了。2、3秒一次就可以了。2、3秒一次，特别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女人如歌啊，我们大家觉得哪首歌比较符合这个陆春啊？这个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那我们就唱一首《最初的梦想》。
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做过最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带着他去一起环游世界。虽然就是在这条路上一直有不同的声音，一直有被质疑，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付出努力，终有一天一定会被看得到。哎 ，yes。那我们要唱这首歌的，一块儿唱起来，为了我们最初的梦想，耶！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有着微笑的执着的人，拥有勇气翅膀，把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走在半路就到天堂。哎。这个真的是在路上唱的歌啊！谢谢我们的陆春和小坤啊，期待你们能够去到更多的地方。谢谢，谢谢。通过大家的故事分享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啊，就是各行各业的女性呢，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困惑。是的，希望各位都能够通过音乐治愈自己，温暖他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天天向上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现在继续。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甲是某某网络直播平台的网红主播，是模仿汪涵。他现在就是要我们退钱呗？对，没错，让咱们退钱。进来容易，出去什么钱？他们就觉得我们唱歌了呀，我们表演了呀，你们所以付得相应的对价呀。我们就要抓重点去打，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个。我们就要去想原告怎么想，他们怎么告我们？你公司的员工挪用了公司的钱，告我们是没有权利的。我怎么没有权利？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的就是权利，就是权利。我们前锋老师有没有对王一博解释说我不是汪涵？你只要回答我有还是没有。10万元数额巨大，我们怎么会把这么大巨额的资金给一个山寨的前锋老师呢？真的是因为喜欢汪涵老师，所以说才打赏，根本不是因为你唱歌有多好或怎么样才打赏的。什么是打赏？其实打赏不是赠与，我们这儿打赏就是一种购买行为。我是付出了劳动的，你打赏了，你还消费了呢？那你是我是有成本的，有对价的，当然是有对价的。的价格是多少钱？下周日晚，天天向上职业新体验。天天律师事务所。来，进来。感谢官方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全国累计用户已经突破4亿，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最后，我们有请亮颖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千百度》。忘记掉人间那千姿百态的脸，来交换你的脸和那脸后的诗篇。花树的落雨后，风萧相渡，你笑颜，夕阳一道闪电，会在双眼中为你铸造了神殿，心上也披起那为爱修行的诗篇。花树的落雨后，火符歌曲与火焰，都在你脚下匍匐，是你把我救出世界，打破了我的铁链，填平了我的深渊，遮蔽羞愧的缺陷，泯然众人的平凡。我是你今生的灵验，你金叶上的修仙，你洪流中的水点，更坠落心如雨，血流黄金缕，笑盈盈暗香去，梦中恍然有地狱。曾遭人海，反复千百度，
你的画面，其中这壮丽的夜，你怦然涌现，我蓦然回首，光辉停住，灯火阑珊处，你的画面，其中这壮丽的夜，我找到整个世界。是你把我救出世界，打破了我的铁链，填平了我的深渊，遮蔽羞愧的缺陷，泯然众人的平凡。我是你今生的鳞片，你青衣上的绣线，你洪流中的水点，更吹流星如雨，血流黄金缕，笑盈盈暗香去，梦中恍然有地狱。光辉停住，灯火阑珊处，你的画面，其中这壮丽的夜，你怦然涌现，我蓦然回首，光辉停住，灯火阑珊处，你的画面，其中这壮丽的夜，我找到整个世界。蓦然回首，光辉停住，灯火阑珊处，你的画面，其中这壮丽的夜，我找到整个世界。